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从桃园来的W126银灰色的2301的4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引擎测试。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分油盘在这个引擎上面老引擎上面显得特别突兀，因为它外观跟所有的管线看起来是那么样的光亮。那至于说这个分油盘的测试之前的数据，我们有看到它是严重的堵塞，平均都是落在110左右，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170，结果呢，它少了50ml，几乎少了40%到50%之间。那这个会造成引擎的稀薄燃烧，引擎没力，而且也会产生高温。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这边的数据。首先我们来看到它的转速大概在960左右。那 W23的怠速它不是自动调整，它这边是可以调整怠速的，而且它调整怠速的功能也是正常的。那我们看到它的汽油的回流量，回流量只有小数字，就1.7，那代表它的汽油帮补的压力不是很够，已经低于2.01分钟的回流量，一分钟2.22公升的回流量，所以它已经在极限值以下。这个倒是如果可能的话，汽油帮补是应该要换掉是比较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加热阀这个加热阀它现在的压力大概在4公斤左右。那在机台上面我们看到大概在3.5，那因为实车环境为准大概在4公斤。那在整修之前，它已经达到5公斤左右，已经达到它的系统的压力，所以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达到冷车降冷的功能。那它如果冷车刚发动，它应该在2公升会升到2公斤会升到4公斤，所以它这个冷车降冷的功能是正常的。那再来我们看到它的分电盘大哥已经整修过了。那分电盘状况很好，几乎是新的分电盘。那缸压的部分它测试下来都在12而且非常的标准而且非常稳定，代表这颗引擎的状况是非常好的。来做一个加油的看看。这引擎感觉声音是很饱满的，而且马上又回到怠速的950左右。这引擎状况，大哥的判断90分绝对有。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引擎角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引擎角状况非常差。这个2个引擎角跟后面的变速箱角回去车主一定要更换，因为它车子跟引擎一起震动，虽然它引擎是这样的稳定，我们来看一下，用打火机来看一下它的稳定性吧，还是相当稳定的但是如果引擎角换掉以后，那状况会更好。OK。那其他的部分包含这个真空管部分，大哥都已经做了整修避免它漏气用束带都已经绑起来了。那压缩机状况也看起来也蛮不错的。那它的曲轴透气管也没有严重的冒烟，代表这颗引擎是不会吃机油的。我们看到它的压力系统压力大概在6公斤左右。OK， 好，我们到车内来。
这部车里程是21000，整个内装照顾得非常好，燃气棒也没有龟裂，非常好的。所以这部车子，我希望车主他应该好好珍惜，至少再使用它个20年吧。而且仪表板看起来这么样的干净。OK， 我们来做个加油。引擎相当顺畅。这部车还有定速哦。好，大哥开冷气。我们看看它转速大概掉了大概200转左右，因为123的车子它并没有怠速马达，它没有办法提供怠速自动调整机制。OK， 大哥把冷气关掉，回来大概1000，开冷气，大概在600、800这个是很标准的123的转速变化，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怠速没办法自动微调哈，大哥看一下开冷气的，然后踩刹车入 R 档，转速掉到一点点，代表这个变速箱状况是很好的，它并没有拖波很严重。P 档，改变差不多100转，R 档，N 档，D 档。变速箱状况，静态测试是相当良好的。那我们来做一个，热车，现在温度是80度，我们来做一个，热车的启动。好，启动，这1点就着了。启动马达感觉状况不错，电池有电，启动1点就着，状况是相当好的。这部车子目前供油系统已经全部整修了油路堵塞是20年以后了大哥在提醒30年以上老车的车主，第一个要加95汽油，油箱维持半桶油，避免生锈的部分再跟空气接触让汽油来隔绝。第二个，常常跑一下高速公路汽油的滤芯，汽油旁边的汽油滤芯要跟汽油滤芯一起更换保护我们的分油盘不要被30多年的老油箱再污染了1个礼拜至少要发动一次，因为我们老油路、老的管路一定还是会有油泥我们希望这个管路呢能够维持正常干净避免我们的分油盘再污染这个车主把车开回去之后，应该好好的照顾它，因为这部车会比以前更好开，很听话，而且对他带他出门，就会相当有信心。那这样的话，老车就会常常开，因为老车就怕不开，所有的关节就跟银发族的老人家一样，所有的关节都硬化了。老车常常开因为它的耗材包含我大哥刚刚讲的引擎角啦、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底盘的所有的料件都不会缺件，因为我们拜我们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台湾经营卡巴的这个优点车口数很多，123、W123、W124、W126车口数很多。那在路上跑的车子也很多，所以说料商都会备料因为有备料的关系，不会缺件，所以价钱就很合理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喽。